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大家正在谈话，一切都很顺利，突然间谈话陷入了尴尬的沉默。那一刻，你的思绪完全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对方眼睛也在游离，因为大家都在等对方来重启交谈。这种情况真的很糟糕。下面介绍5个窍门来确保你再也不会在谈话中没话可说。首先，当你自己思绪一片空白时，你可以用“这让我想起了”来摆脱沉默。意思是你根据周围的环境说，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什么，这对于开启新的谈话非常有用。也可以用它来跟进别人刚讲完的故事。许多朋友都用这个方法进行互动，那是因为物以类聚，相关的故事很容易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只是注意不要总是让你的故事更出类拔萃，显得你比大家都棒。其次，当你提出问题时，尽可能的让听的人有自己自由的思考，所以不要说哦，你来自多伦多，你喜欢那里吗？你可以说你觉得多伦多怎么样？我很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前一个问法会导致简单的回答，然后便是尴尬的沉默，后者会让对方谈论他们喜欢的事情，这样会打开更多的话题。还有就是每个小孩都用的谈话技巧，也是一个让人们开放思路的好方法。既简单的问为什么，比如说当有人提到他们是顾问时，你可以问你为什么会进咨询公司，但要记住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深入了解对方的动机往往会让你的谈话更有相关性。第三，对于最糟糕的情况，也就是谈话陷入停顿时，你可以问一个不相关的问题，转个话题来重启谈话。当你和一些新朋友一起聊天，在最初的寒暄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时，不妨试一下我最喜欢的3个重启谈话的方法。一个好的衔接是问你们几个人是怎么相互认识的。通常谈话总是会基于某种故事，如果你只跟一个人谈话，你可以问那么你的故事是什么。这么问的好处是你会给对方一个自由的谈话空间，这样他们会去谈他们想要谈的话题。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意思是我该怎么去工作，或者我为了好玩喜欢做什么。他们的语气和热情通常会提示你什么是最佳的角度来继续大家的谈话。最后，对于你已经熟悉的人，可以询问一下他们令人兴奋的未来计划。这样的好处是它可以让谈话不断的更新下去，它非常适合与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建立联系。第四，根据对方的长相来择优赞赏。比如对总是面带笑容的人，你可能会说你看起来像那种对孩子们很好的人。或者如果他们超级强壮，你可能会说你看起来很健康。如果你说对了，他们可能会放开并告诉你更多相关信息。但即使你错了，你也可以谈论一下是什么给了你这样的印象。无论怎样，你都可以有新的话题将谈话继续下去。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技巧是角色互换，这可以让你成为那个不用担心没话讲的人。通过沉默来让其他人推动对话，也是一种令人舒适的选择。说真的，30秒可能感觉像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你可以深呼吸一下，同时保持平和的眼神接触，通常情况下对方会发表评论或向你提问，或者如果你真的想鼓励他们继续下去，重复他们说的最后几个字。这种方法会让他们澄清所讲的话题，并以更开放的方式进行交流。好了，我们今天讲了5种快速简便的策略，可以确保你在谈话中永远不会没话可说。如果你喜欢这些技巧，并想要学习更高级的谈话技巧，你可以查看我创建的名为 Charisma University 的在线课程。它有1整小时的最佳策略来让你成为绘画专家。它还有单独的章节来讲述如何创造惊人的第一印象，讲述迷人的故事，发展坚定的信心，并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领导者。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并今天就想加入，你可以现在点击按钮。如果你喜欢此视频，并且更喜欢在 YouTube 看此视频，请务必订阅该频道，然后点击该通知铃。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见。